管外在事件发生什么事情。那来到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能量场，你抽到的就是圣杯一嘛，圣杯一加上你手上这个圣杯啊，这个人递来的这个圣杯是很大杯的哦，因为这一道圣光会下来拯救你。你的运气应该在这个第3个月再更后面一点点，这个是往上扬的。你在第1个月份的关键人物比较没有 ，OK 哈，没有什么关键人物哈，好，你要再等9个月到10月。你们有一些人会去求神问卜，那我要不要将就啊？要不要讨好对方啊？对方开什么条件，我要不要去做啊？我们为什么会一再提醒你，这个东西会对你要不要跌倒有很重的影响力？只要你能够记得，在这一开始的同时，你的初衷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做到的是什么？Hello， 巨蟹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n。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呢，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OK？ 如果你不是在我们首播看到的话，麻烦请你前后推敲3个月，或者是以你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正能量的这个整体架构跟流程哦。首先呢，在正能量的部分呢，我们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每个月份的能量场的现状跟细节解说，然后呢，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在每个月份巨蟹座的朋友们需要学习哪些实际的生活课题。那紧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会透过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所说的这些细节，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症结点啊。然后呢，接着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每个月份你要特别注意哪些关键人物，还有时间点，以及各个月份呢有没有哪些比如说会有什么突发状况啊，会有一些情况呢来提醒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超前部署 OK 哈。然后呢，紧接着我们会用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小游戏哈你可以心里想3个问题，我会请天使来回答你的问题，看是 yes 或 no 还是有更好的答案提供给你作为一个参考。那最后呢，我们在延伸牌卡解读的结尾会用这个大家最喜欢的宇宙跟天使传讯的部分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你 OK 哈。好，那以上呢解说完毕，我们就话不多说，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等一下我在解牌的过程，我会说这是第1个月、第2个月跟第3个月。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时候看到，就像我讲的，你就自行去做一个延伸，好吧？时间上面的延伸。然后呢，我手上这一张你目前看不到的这张牌卡，我都让你看到了哈，不好意思啊，提前你知道秘密了 OK 好，来这张牌卡呢。就是你的王牌哈，也就是说，在这个季度2到3个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挑战啊，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啊，你可以来参考这个王牌要给你的建议，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报告完毕，就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请稍后哦。OK， 行，我个人会感觉巨蟹座的朋友们在这一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蛮需要怎么讲，耐得住性子，然后呢，怎么讲？我要怎么讲呢？都不好意思，有些时候这个能量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哈。我每次都这样讲，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找到确切适合的形容词，形容给你们听哈。我觉得哈。你在我这样形容好了，你在后面一点的能量场有点像是一鸣惊人 ，OK 哈，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因为你的能量场是这样，然后突然这样上去。OK 哈，所以呢，有点像是来到这边突然一鸣惊人的感觉哈。但是在这边呢，我为什么会说你需要有一点耐心，需要多一点虔诚，然后呢，可能要多做一点功课？原因是这边好像是在培养一个节奏，然后让你弹跳上去，好吧 ？OK 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我就稍微先告诉你，你的能量场的这个状态是长这个样子，好吧 ？OK 哈，好来。首先呢，在第1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侍者，然后呢，钱币9。然后呢，还有这个是女祭司 ，OK 好，这3张牌卡呢，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不是过去的能量场，是对啊，习惯了哈。第1个月的能量场当中哈 ，OK 哈，我会感觉为什么我会说你在前半段时间就是在第1个月跟第2个月虔诚时间比较多，原因是因为呢，你看首先我先给你看这个宝剑侍者，这个宝剑侍者呢是站在一叠书的上面，那这一叠书呢，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假设你在这个季度有什么预计要做的什么目标啦、梦想啦。事业等等之类这个是非常考验你在这个领域有没有专精，够
够不够专业，或者是说你了解的资讯够不够多。所以呢，我总觉得你在第一个月份比较有点像是在收集这些资讯，或者是去培养这些技能，或者是呢去提升，让你自己能够顺利达到这个毕业的状态。OK 哈，然后这个蒲公英呢，就是他抓的这个蒲公英嘛哈。就是这个宝剑，就是这个宝剑。然后呢，这个蒲公英不是风吹了那个种子就飞走了嘛？哈，我觉得你这一张宝剑侍者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说，你好像在10年磨一剑。OK 哈，就是说我手上拿的这支宝剑，我要堆叠好多资讯，我要学好多专业的东西。OK 哈，那我10年磨一剑哈，即使这个是一个蒲公英，它这个种子飞走了之后，就算长出来，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总觉得你在这边呢，好像就是要生根啊，然后要去做很多事情啊，或培养这些东西之外呀，还有再加上这个女祭司哈，她是从这个序幕当中，这个船才刚开出来，这个序幕没有完全打开，所以我总觉得某部分巨蟹座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隐藏实力哈，还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就默默吃3碗公哈，反正我到这边要一鸣惊人，我不急着去张扬、去宣扬、去让别人看见啊我的实力到底怎么样。OK 哈，所以我总觉得呢，你比较低调哈，有一点默默觉得说，我要创业哈，我先不要跟别人讲哈，默默进行哈，因为这边我就是有感觉到有一股哈，你不想跟别人说。你心里的这个小小的，我们这样讲，就创业的这个梦想哈，或者是你现在偷偷在斜杠哈你也不想跟别人说 ，OK 哈，但是这个船已经悄悄的往外行驶出去了 ，OK 哈，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悄悄进行当中可能暂时没有要宣扬，然后也不想让旁边人知道，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你现在我不好意思这边有一个小众讯息哈，就巨蟹座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在斜杠哈，你现在应该默默斜杠应该有赚到一点钱了。OK 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可能不多，但有点钱，然后你很开心，然后你也不想跟别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有一个斜杠的能量，这边很有趣。OK 好，然后呢，在这个女祭司后头有一个月亮 ，OK， 这个月亮呢，它散发出来这个能量场哈，给我有一种就是说。它不是情绪的波动，反而比较有一点像是说，有一轮明月高挂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要偷偷斜杠为什么我要偷偷创业，我为什么我要这边默默的偷偷的这边念书其实我很清楚知道我跟这船要开去哪里。OK 好，所以呢，在这样默默行驶低调过程当中呢，你还有一个钱币9，这个钱币9是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你看这个钱币4是这2个耳环，然后呢，其中一个钱币在你的手上，就是这个戒指。OK 好，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呢，你在理性跟感性，或者在实际层面，或者是在你内心层面，我会觉得你都是很平稳的。所以我才会说你要虔诚，你要平稳，要有点耐心。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在这一季如果要开花结果要绽放一鸣惊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基。然后呢，地基，对不起。然后呢，你手上这一枚戒指是一个钱币1，所以呢，钱币1象征的是食指因为你是戴在食指上面，有点像说我要去那里，我要做这个，我要用那个就是其实你在这个东西就跟我一样很喜欢戴食指就有点像说呢，我可以点石成金。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有些斜杠的人，你已经赚到钱了 ，OK 但是你默默在做你还没有张扬或者是你默默其实创办了自己的什么平台，但是你没有跟别人说 ，OK 所以呢，在这个低调进行过程中，点石成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呢，钱币9不仅你会有丰盛的这个结果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你的左手是拿着一个苹果的，这个苹果呢，散发出来这个能量场，象征有一点像是说，不好意思我想一下要怎么跟你形容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说，我要做嘛，我就做经典的。我要做嘛，我就要做得好或做得漂亮所以呢，现在还不够漂亮，我不给别人看你去想一下这个苹果你去想象苹果咬一口，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机或者是什么等等之类这个都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卖点的、优点的，或者是优势，或者是经典的这种东西。所以呢，你会觉得说，我如果要做，我就要做很经典，我要做很好，我要做到让别人在这边一鸣惊人的所以现在我还在研发，我还在思考，我还在测试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你的心态呢，像这只鸟一样，是很自由自在的。OK， 除了是我觉得你在左右两边这个理性感性内在外在很平衡之外，再加上这个东西可能开始慢慢有了一个苗头出来，还蛮稳定的状态，再加上你这些经验或知识的积累
我个人会感觉在1月份，其实这个状况可以持续保持下去。OK， 那来到2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另外一道宫开始进行了哈，因为呢，你在这边有抽到一个钱币3，这个钱币3呢，就是这2只鸟啊，你看一个拿砖块，一个拿铁锤，然后这个人在告诉他们说啊，怎么把这个花去把它盖好，所以这个花还没有开花结果，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一鸣惊人的能量在后面 ，OK， 所以呢，目前还在盖。那这边呢，我有跟你讲哈，刚刚我是不是有说这边有一只鸟，就是说你心里呢，并不会被捆绑，你心里是很自由、很轻松、很怡然自得的状态。为什么我会说这个鸟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假设好了。你就是那个很幸运在斜杠的人 ，OK 哈，这只鸟有点像说，我白天还是要去公司上班啊，但我下班是我自己时间上面自由，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会给我成就感跟满足感，就是这个钱币9的意象 ，OK， 那这几只鸟，它们都还在打造这个开花结果的过程 ，OK， 所以这个钱币3呢，给我有一种感觉是，你还是逐渐在架构，然后你一步一脚印，你不会急着说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前期失败你就觉得心里好像很在意，没有，我觉得你就是很轻松的这个状态。那再加上呢，你这边有一个圣杯3，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钱币骑士 ，OK 哈，这个钱币骑士啊，加上这个钱币3啊，象征的其实就是钱币4。OK 好，那这个钱币4呢，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哈。你这个蒲公英刚刚是这样嘛，这是1月份的能量，这是2月份能量。你这个蒲公英的能量啊，这个种子飘过来之后，在下面种了很多种子啊。OK 哈，所以呢，我觉得你在这边辛勤耕耘的，在散布的这些东西，在经营、在付出的这些东西，慢慢开始长出枝芽了。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虽然骑着一匹马，但是你还没有向前走，意思就是说你要等。你要等这些东西长出来，好，长得够强壮，这匹马儿啊，它吃草之后，它就会变得更强壮，你就可以骑它。OK 好，你就可以驾驭它。那在第2个月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呢，非常有趣的是这边有一个圣杯3，哈，我个人会感觉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们有一些人是斜杠，或者是做一些副业，或者是比如说你同时兼2份差，或者是比如说你同时有2个女朋友也可以，好不好？就是我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是旁边另外有一个什么另起炉灶的感觉，但是心里是很开心的。OK 好。那这3个人呢，站在这个呼啦圈里面哈，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非常有可能你在2月份某部分的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你会遇到有人会愿意来跟你合作，好，愿意想要跟你捆绑在一起，这是第一个，这张牌卡给我的讯息。第二个，我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说呢，在你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它应该是跟你齐心协力的，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穿一样的鞋子，只是衣服穿的不一样，代表说你们的步骤、步调，或者是你们想要朝前往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应该会有不错的机运会进来。所以这个人是跟你蛮 match 的 ，OK 哈。好，那第3个这张牌卡给我的也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在这里呢，应该会初步让第3方的人看见你。比如说假设好了，我就这样讲，比如说你在偷偷斜杠，你在卖一些手工制品，因为我看到是好像在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哈。就你可能比如说你就是卖一些手工编织的小制品。OK 哈，然后呢，比如说你的买你产品的人，就是喜欢你产品的人嘛，哈，所以这是2个人。那比如说又有第3方的一个人来看说，我觉得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做的这个产品不错哦，你们要不要一起来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架？ OK， 所以我会说这边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第3方的资源或因素或什么，让你能够有机会更加去扩张。OK， 所以这个幸运要把握哦，巨蟹座的朋友们。OK， 我总觉得会有第3方的人看见这个东西。OK 哈，然后呢，这3个东西都可以运作的很快乐啊，然后也很 OK， 好吧 ？OK 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来到第3个月份呢，这边才是精彩的高潮迭起的这个高潮在这里哈。来，这个是战车牌卡跟宝剑国王，还有这个钱币10。我先跟你讲这个钱币10跟这个战车牌卡。这个战车牌卡，你骑的是一个瓜牛哈。你刚刚骑一个炒作的嘛啊，现在骑的是一个瓜牛哈。这个骑的这个瓜牛呢，其实我个人会感觉啊，这个东西啊开始越来越顺利的推动，但是还是很慢。OK， 还是很慢。不过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宝剑国王哈。这个宝剑国王呢，你看他手上拿着一个宝剑，然后这边有一个燕子。OK 哈，他们要我提醒你哈，这个运作它已经开始越来越顺利了，而且开始在启动了，而且会慢慢走，慢慢走，你会看到自己的足迹。OK 哈，而且别人也会看到你的足迹哦，所以有可能你在这边本来斜杠不想被发现哈，这边可能刚好曝光了哈，你再来这边可能就会被别人看到你的足迹了，就是你藏不了了。
OK 有点藏不了了 OK 哈，所以别人会开始慢慢看到你的足迹之后，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事情，然后在这边可能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巨蟹座的朋友偷偷在斜杠卖什么手工艺品啊，那个也不错啊，怎么不跟我讲啊？其实你的口碑会是蛮好的 OK 哈。那这个宝剑国王呢，拿着宝剑有一个燕子，其实象征的也就是你这个宝剑侍者，你原本是一个侍者，但是你现在来到一个国王了。那来到一个国王之外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在这个判断事情的这个锐利度变得很强，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呢，你之前耕耘的这些东西哈，差不多是可以来到第3个月，差不多应该是可以收割一部分。OK， 那第3个部分呢，我个人会感觉你会经历这个前程之后呢，更加能够透过这一只眼睛看得更清楚，就是说你接下来下一个阶段要往哪里去 ，OK？ 因为这只鸟啊，这个燕子给我有一种感受哈，这个你知道燕子的鸟是一个的那个什么剪刀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你在3月份可能会再做一个重整，就比如说，我经历过这2个月的这个尝试。OK， 那第3个月之后呢，我开始慢慢越来越稳了。什么东西我该做，什么东西我不该做，我需要再做一个调整。在这里，应该在第3个月，你也会做这件事情。OK 哈，那你在这边还有一个钱币石，其实呢，这张牌非常有趣的哈，它是一个年轮 ，OK 哈，然后一个男生就像是一个国王坐在上面 ，OK 哈。这张牌卡呢，坐在这个年轮上面啊，就是说，我觉得巨蟹座的朋友们来到第3个月，会以一种就是细数吗？可以这样形容吗？就是说。你会想要这个东西能够细水长流 ，OK？ 因为你是希望它可以慢慢这样扩张出去的。就是刚开始可能只有卖给身边的朋友，现在可能卖给客人，接下来又有平台帮你上架，好，类似像这样。所以你希望它是慢慢扩建出去的。然后你是希望你可以稳稳的坐在这个慢慢扩展的蓝图当中。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在这边应该会有第2阶段的丰收，或者是比如说在这个阶段，你会开始以一个放射状的方式去思考接下来你在努力的这个什么东西的安排。OK 哈，那甚至这边呢，我会觉得你会更加在3月份的时候清楚你未来的蓝图。OK， 这边比较像是尝试摸索，在培育，到第3个月会开始越来越清楚你的目标、你的梦想或你的蓝图，会经由你的修改跟统整变得越来越清楚。好吧 ，OK 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每个月份呢，可能会学习的实际课题，好不好 ？OK 哈，好，不好意思因为实在太干了，我嘴唇裂开了，擦一下这个护唇膏 ，OK 哈，好，来，这样我才可以继续讲下去，不然等一下讲到嘴唇流血。好 ，OK，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每个月要实际学习的课题哈。那当然，在每一个月学习的课题当中，还有更多的细节，例如说有哪些关键的人物呢，或时间点啊，或者是有哪些实际会发生的状况啊，我们都会在下半场的这个延伸牌卡解读哈，来跟大家用其他的牌卡来进行一个验证，好吗 ？OK 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下半场会有更详细的这个说明 ，OK 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我觉得巨蟹座的朋友们，你这一次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哈，给我有一种很笃定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很笃定的感觉，就这事情如果我要做，我就要干大的，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哈，这是你的能量场整体而言给我的一个感受 ，OK 哈，所以我倒是觉得不如就趁这个动力跟趁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信心跟决心这么强的这个过程呢，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OK 哈，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个月你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哈，这张牌卡是圣杯6 ，OK， 这张牌卡呢，圣杯6其实你可以注意看到它是3个圣杯在这里，然后这个爸爸好像是教这个弟弟。在钓鱼 ，OK 哈，那这张牌卡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完完全全验证了哈，就是要讲你1月份要学习的这个课题。我刚刚是不是有讲，你在这边累积嘛，好，你在这边默默的做嘛，然后没有很张扬、很低调嘛，然后呢，去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点石成金嘛。其实这就跟这个爸爸在教这个小孩一样，你正在学习，你还在学习，所以第1个月的月份呢，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尝试学习跟行动。OK， 因为你不一定会像这个爸爸很厉害，这个鱼竿丢出去，第1次就钓到鱼了。OK 哈，还有第二个，你在这个月要学习的课题是，这边有3个圣杯3，你不要忘了，你在这个2月份也有圣杯3，所以这个圣杯3加圣杯3象征的是圣杯6。圣杯6的意思就是说，当在这个第1个月，我们就当做这是过去，这个是第2个月份嘛，所以你从这边回头去看的时候，是因为当初你有投入这些东西，所以来到这里成就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之所以为什么会成就，就是这个圣杯6，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些堆叠。好 ，OK 哈，这可能要稍微涉略一下塔罗牌的同学，你才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OK 哈，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是因为你过
过去的你成就了未来的你，所以这个练习跟这个实际去付出，还有呢真正能够去行动，这个是你在第1个月一定确确实实要去做的。OK 哈，这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OK 哈，因为这个爸爸就是在教育他，也就是我刚刚在讲的，你在这边受这些高等教育。OK 好，因为这些东西会用这个东西帮你去播种，好，就像后面你已经播下种子，你已经看到了后面已经开，慢慢的在开这个小小的幼苗。OK 好，来，所以第1个月呢，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学习、去尝试，然后去做，然后不一定会有成果，但没有关系。OK， 这个就是你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除了想要成功，我们要懂得怎么面对失败，这个就是你第1个月要学习的实际课题。那当然有一些详细的一些状况或人事物，我们延伸牌卡再说。那我们再来看第2个，又是圣杯3的，我刚刚没有看到。OK 好，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来，圣杯3加圣杯3又来了，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哈。我先对天发誓，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份牌卡，因为我都会很专注在读你们当下这副牌卡哈。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觉得很想笑话。有些时候呢，他们叫我这样子解释这个牌卡的时候哈，我自己刚开始都觉得没道理，但后来就觉得原来 make sense 哈。OK 好，来。我刚刚是有跟你讲，你看到你现在很开心哦，在这边喝着这个圣杯，为什么呢？你看你已经丰收了，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你们有一些人啊，应该在这里哈，如果偷偷斜杠，偷偷做一些事情，应该是赚到钱了。所以这个圣杯3加圣杯3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圣杯3加这个1哈是圣杯4，代表说我刚有讲嘛，有人会来找你哦，可能有第三方的人物会出现。OK， 这是第1个。那第2个呢？这个圣杯3啊，其实也是在告诉你哈，这个就是我们两方之间会合作的很快乐。你会来找我合作，是因为过去我所奠定的这些基础。OK， 好，所以在第2个月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你要实际学习的一件课题就是说呢，你注意看到，你这边是一个很大的水壶，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圣杯，他们要我提醒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哈，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还有藤蔓在爬 ？OK， 他们要我提醒你，在2月份你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因此尾巴就翘起来了。OK 好，就说你看现在有人来找我合作了，你看我现在稍微有点丰收了，你看我现在怎么样了哈？他们说呢，尾巴呢稍微夹紧一点点哈，不要整个人翘起来了哈。这是第2个月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好运在等你，所以第2个月呢，他们要我告诉你哈，你可以细细品尝，开心欢乐一下 ，OK， 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失了态。或者是尾巴整个飞起来 ，OK 哈，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好好去享受，看看你自己为自己做的结果很棒，哈，你是应该得到这些奖赏的。不过呢，千万要记得，当别人来找你合作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把这个大水壶里面的水要灌满，这样你才有能力再一次去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能够去做到更好的一个发展，好吧？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哦 ，OK 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在3月份看一下你要实际学习的，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哈，你真的会在后面一鸣惊人哈，没有跟你们开玩笑的哈。我敢这样子重复抽这些牌卡，就是要告诉你这些能量场是互相验证的，钱币石验证钱币石 ，OK， 非常有趣。而且你注意看到，他们2个要准备把这个胜利的大门帮你打开了 ，OK， 后面还有一个天使在等着你呢。OK 好，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巨蟹座的朋友们不要太担心，这边啊慢慢来，不急不徐哈。那个我们心急吃不了热稀饭，我们就慢慢享受这一碗好吃热腾腾的稀饭，是不是这样说？对吧？哈，所以你这个钱币石啊是来验证你这个钱币石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第3个月哈，就走到这边哈，这个第3个月，他们要我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胜利的大门开始要为你展开喽。可能有一些契机，有一些东西呢会越来越加的稳定。不过呢，刚刚我是不是有跟你说啊，这个门是不是要准备打开？那我有跟你讲，你在这边会做一个修正，那你准备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他们说下一个阶段呢，你就不能再用原本一开始的这种方法，因为你一开始只是面对你的客户嘛，现在有第三方的平台啊，我就是延续这样子说明哈，所以这个合作的方式一定会有所改变哈。但是这个大门打开，你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他们才要我提醒你说，你这个战车虽然是骑着这个瓜牛哈，但是别人会看到你的足迹。然后你也会看到自己的努力，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调整跟修正。然后呢，在这边这一张牌卡呢是这个宝剑女王 ，OK 哈，这个宝剑女王呢，说实在的哈，就跟你这边的宝剑国王就配合在一起啦，他们就变成一对情侣了，是不是这样说 ？OK 哈，所以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哈，这个宝剑不要忘了，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去检查它。OK， 什么叫检查它呢？就是检查它，我这样做的决定够不够明智，够不够果断，或者是我做这个决定呢有没有做好？比如说，我应该要有的一些，比如说自己设定的这个止损点或停损点，类似像这样。所以你要仔细的去看这个宝剑。OK 哈，然后呢，他们也叫我提醒你，不用紧张，
你在这个你的脚上有放一个这个叫做，我们就叫它夜明珠，好，随便都可以哈，反正就是一个珠宝。他们说呢，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啊，已经被你拿在手上了，所以不要太担心。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哈，因为你看哦，这是一个国王跟女王同时握着这个钱币，象征你说你有另外一个结合的模式要来了，或者是另外一个下一个阶段要身份或者是什么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要做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的身份跟这个状况的结合要匹配，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当总经理，你要有总经理的能力，你当一个 leader， 你要有一个 leader 的风范，类似像这样，就是你已经往上升了，所以这个要匹配 ，OK 哈，这样你就懂了 ，OK 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整个季度过程当中，你最主要要学习什么？来，圣杯一，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OK 哈。当别人呢，就是来找你的时候，这个圣杯你一定要好好的恭喜你自己，因为这是你努力得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别人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要赶快趁机会把它拿起来 ，OK 哈。第三点，他们说呢，这个圣杯一要我告诉你，你的贵人就是你自己，因为如果当初没有这个圣杯一，你没有这样子去投入，它就不会成就这样的圣杯四，也不会成就你过去的圣杯六 ，OK。所以他们让我提醒你哈，这个就是整个季度你在学习的课题，看到机会要快很准 ，OK。第二件事情，成为自己的贵人 ，OK 哈。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的这个王牌有什么讯息要告诉你 ，OK 哈。好嘞，这张牌卡就是 Empress， 也就是女王牌卡哈。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你们有一些人在孕育一些东西哈，这个东西需要有一点时间哈。他们有提醒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呢，他们说呢，当我们在孕育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哈，就是我们心之所向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有提醒你一件事情哈。中间呢，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的 ，OK？ 比如说像有些人觉得还没有做好啦，还没有很完美，不要让别人发现哈。他们有提醒你哈，你怎么舒服怎么找 ，OK？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养育长大成人呢？哈，这个是你的责任，你的选择，然后你愿意去投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忠于你自己的内心。OK， 好，比如说人家说，你不可以这样带孩子，你不可以这样喂孩子，到底关你什么事啊？那又不是你生的孩子，是不是这样说，对吧？好，所以他们说，用你的这个真心去好好细致的呵护他，为他负起责任，扛下所有该做的一切，并且好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想嘛，这个小孩要滋养啊，你也要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嘛，就跟你在这边培养你的专业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说这些东西都要具足，哈，在这个月，不是这个月，这个季度，哈，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孩会慢慢的长大。OK， 那由于这个小孩呢，他现在还在肚子里面，所以呢，你目前我刚刚有说了，这小孩要长大变成一个大人哈，不是变成一个大人，就是要生出来哈，大概也要9个月、10个月。所以他们说呢，为什么我会跟你讲，你的战车骑瓜牛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哈，这张王牌在提醒我们巨蟹座的朋友们，你这一场戏呀哈，或这个就是要去慢慢成长发展的哈，可能还需要在半年到甚至后面一点点才会有一个更完整一点的结果。好不好 ？OK 哈，好，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巨蟹座这一次的上半场的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一季详细的内容，还有牌卡验证呢，欢迎你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延伸牌卡解读的行列当中。那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欢迎大家能够仔细去看一下，因为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好吗？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资讯，作为这一季的参考，好不好？非常感谢巨蟹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